朋友們，2026年的科技圈正在上演人類商業史上最瘋狂的一場豪赌。微軟、Google、Meta、亞馬遜這4家巨頭今年砸在 AI 算力和数據中心上的錢，加起來高達6500億到7000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呢？2025年，全球所有半導體芯片公司賣了一整年的芯片，總收入将近8000億美元。這4個科技瘋子一年燒掉的 AI 基建費用，已經相當於全球芯片行業年總產值的80%以上。他們是在拿命借錢買英偉達的顯卡，買發電站，因為誰先停下來，誰就被時代的列車碾過去。亞馬遜今年光自己一家的資本支出就超過了1000億美元。摩根士丹利預測他今年的自由現金流將直接轉負，這是一種叫做贏家詛咒的困局，誰也不敢停下來，越陷越深。就在所有人都覺得算力就是上帝，雲端大模型就是一切的節骨眼上，手裡攥着最多現金的那個4萬億帝國蘋果，卻幹了一件讓全世界大跌眼鏡的事。4月20號，蘋果發了一份震動華爾街的公告，執掌蘋果近15年的蒂姆·庫克將於今年的9月1日正式的退居二線，出任執行主席。新任的 CEO 是誰呢？按正常的邏輯，現在是 AI 生死存亡的时刻，蘋果在雲端大模型上本來就落後，換帥肯定得找懂算法、懂大模型的 AI 天才，对吧？結果蘋果把最高的權杖交給了約翰·特努斯。這人是誰呢？賓夕法尼亞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在蘋果幹了整整25年，今年50歲。他過去專門研究怎麼把 Mac 做薄，把散熱風扇拿掉，把主板上的芯片排布得更緊密。說白了，在全人類都在仰望雲端，拼命搶奪 AI 算力的時代，市值4萬億的蘋果，把方向盤交給了一個天天跟熱力學和金屬材料打交道的純硬件工程師。消息出來，華爾街怎麼反應的呢？沒有恐慌性拋售，沒有暴跌，盤後股價僅微跌不足1%，市值穩如泰山。MobileXpose 的創始人 John Madden 說了一句特別戳心窩子的話，換成任何別的公司，這時候肯定要趕緊弄個 AI 專家上位，好迎合華爾街炒作股價。但蘋果極其冷靜，它就是不迎合你們的炒作風尚。這就很有意思了，蘋果是點錯科技樹徹底躺平了嗎？還是說這家極度精明的公司看透了這場千億燒錢遊戲裡某個致命的漏洞呢？要看懂蘋果這個極其反常的終極逆行，你必須把鏡頭切回到蘋果總部大樓，去看看在特努斯上位的前夜，內部到底經歷了一場多麼殘酷、多麼血淋淋的高管大清洗。第一個倒下的是大家可能沒怎麼聽過名字的前蘋果 AI 主管約翰·加能達列亞。這位老兄是蘋果2018年花重金從 Google 挖來的 AI 大牛，原本是指望他帶着 Google 的先進算法來拯救當時就已經有點智障的 Siri。 結果呢，他帶着濃厚的 Google 學術思維，闖進極度要求產品按時交付的蘋果，水土嚴重不服。最要命的是一個戰略級的誤判。2022年底 ChatGPT 橫空出世，整個世界都被生成式的 AI 徹底的震撼了。這位主管大人卻在內部會議上固執地認為，聊天機器人對蘋果用戶沒什麼附加價值。他固執地相信，只要把網頁抓取技術搞好，不用什麼龐大的生成式模型，也能把 Siri 修好。這一個誤判直接讓蘋果
在生成式 AI 的浪潮裡，白白錯失了整整2年的先發優勢。蘋果內部其他部門的工程師私下給他們的團隊起了個外號，叫 AI aimless， 漫無目的，惹毛了庫克和董事會的下場極其慘烈。蘋果高層先把 Siri 的管轄權從他手裡硬生生地奪走，再把極具未來潛力的家用機器人項目整鍋端直接劃給了搞硬件的特努斯。2025年底，詹能达雷亚宣布退休，今年4月徹底的離開蘋果。這標誌着蘋果試圖靠純互聯網 AI 思維搞創新的路線徹底宣告破產。這場清洗裡，處境最尷尬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個滿頭銀髮，每次發布會上最風趣幽默的軟件工程高級副總裁克雷格·費德里奇。費德里奇一直被外界看好是 CEO 接班人選，結果這次不僅徹底輸給了搞硬件的特努斯，還被迫的咽下極其苦澀的戰略妥協。自家軟件團隊在 AI 上根本交不出讓人滿意的作業，為了不讓蘋果在 AI 生態上開天窗，費德里奇只能咬着牙親自拍板，每年花大約10億美元向最大的死對頭 Google 購買 1.2 萬億參數的 Gemini 大模型，硬塞進蘋果系統裡。對於驕傲的蘋果軟件主管來說，外包 AI 心臟簡直就是一種欺辱的降級。但最讓整個硅谷瞠目結舌的是4月15號 The Information 爆出來的一個內幕。在距離 WWDC 開發者大會只剩不到2個月的衝刺關頭，蘋果高層幹了一件幾乎違背軟件工程常理的事。他們把 Siri 團隊裡將近200名的核心程序員強行送進一個封閉式的 AI 代碼特訓營去回爐重造。想想有多離譜，全球現金流最高的科技公司在決定自家 AI 命運的旗艦發布前夕，指着自己最核心的工程師彼此宣告，你們以前寫的那些用無數個 if else 堆起來的代碼史上，現在全成了垃圾，去重新學 AI 輔助開發工具，去學模型量化技術，去從頭適應現代大模型的工作範式。特訓期間，約60名的核心工程師留守，繼續維持 Siri 的日常核心開發，另有約60人專項負責安全和性能評測。這等於向全公司乃至全世界宣告，蘋果高層對現有的純軟件團隊的開發範式已經徹底喪失了耐心。接管這個爛攤子的不是什麼算法大神，而是原來做 Vision Pro 頭銜的硬件與系統集成負責人麥克·洛克威爾。讓一個有着深厚硬件產品思維的高管拿着鞭子去抽打軟件團隊，背後的治理邏輯已經再清晰不過了。既然你們純軟件算法打不過 OpenAI， 那蘋果就用最強硬的硬件工程紀律來暴力的接管 AI。 還記得去年12月全網瘋傳蘋果芯片之父Slugy 要離職的那條新聞嗎？蘋果給了所有人一記響亮的耳光。Charlie Slugy 不僅沒走，還被提拔為新設立的首席硬件官，把底層的芯片設計和整機的硬件工程徹底的打通。這場大清洗冷酷地向所有人宣告了一個底層邏輯：在蘋果看來， AI 時代的終局根本不是什麼雲端大模型的算力拼殺，而是一場基於物理硬件入口的壟斷收割戰。那麼，蘋果憑什麼去跟那些砸了7000億美元的怪物競爭呢？這就牽出了蘋果在 AI 時代最核心也最鬼才的商業邏輯——終極白嫖。蘋果之所以有底氣玩這套收割遊戲，核心在於一個不可複製的物理事實：全球24億台的活躍蘋果設備，是任何一家 AI 大模型公司都繞不開的流量入口。守住了這個物理入口，蘋果才有資格坐地收割，
蘋果手握超過1200億美元的淨現金，自己的資本支出只有大約130億美元，看到對手在泥潭裡廝殺，冷冷地笑了。蘋果的策略極其直白，把訓練大模型和雲端推理這種極其燒錢還看不清盈利模式的苦差事，通通外包給雲端去承擔。你們微軟、Google 喜歡建數據中心，好啊，你們建，我不建。但全世界最有錢、消費能力最強的那24億台活躍的蘋果設備的用戶，錢都在我手裡。你們的 AI 大模型想接觸這批人，可以。蘋果把 Google 的 Gemini 和 OpenAI 的 ChatGPT 直接集成進了 Siri 的後台，讓你們去做那個幕後的算力苦力，享受蘋果的流量之恩吧。蘋果把這個流量分配設計得極其精妙，形成了一套90:10的雲端分配漏斗。當你在 iPhone 上發起一個 AI 請求，讓 Siri 總結未讀郵件，幫你清理相冊，底層的智能路由系統會瞬間做出裁決，高達約90%的日常請求，直接強行按死在本地那顆30億參數的小模型上消化掉。這部分的算力消耗燒的是你自己手機的電池。蘋果數據中心連1度電都沒花，而且完全在本地跑，零網絡延遲。蘋果內部測試數據顯示，響應時間只要 0.3 秒，而調用雲端的 ChatGPT 最快也要2到3秒。那剩下的約 10%， 本地實在跑不動的複雜任務怎麼辦呢？這時候蘋果才會把任務丟給雲端，但在丟出去之前，底層強行的植入了一個叫 OHTTP， 也就是 Oblivious HTTP 的雙盲代理協議。今年1月份，我們有一期專門講蘋果為什麼向死敵 Google 投降，裡面詳細的拆解過這套隱私架構。今天快速的回顧核心邏輯，不用擔心，1分鐘就能聽明白。好比你要給遠方的廠商寄一個上鎖的神秘箱子，但你絕對不想讓廠商知道你住在哪兒。蘋果找來 Cloudflare 這種第三方網絡巨頭當蒙眼快遞員，你的手機先把箱子加密，交給快遞員，快遞員只知道你的地址，但沒有鑰匙，根本不知道箱子裡裝了什麼。然後快遞員把箱子轉交給 Google 或者 OpenAI， 他們有鑰匙能打開箱子看到你的提問，但他們眼裡的寄件人地址永遠只是那個快遞員的中转站 IP。 通過這個協議， Google 和 OpenAI 處理了來自蘋果設備的海量高質量的提問，但協議白紙黑字規定，你不准保存這些數據，更不准拿這些數據去訓練你的下一代大模型。雲端大廠在這個體系裡被徹底降維成了又聾又瞎，只能幹算力苦力的底層接線員。蘋果同時接入 ChatGPT 和 Gemini， 表面上是給用戶多重選擇，背地裡是把這些不可一世的 AI 巨頭拉進同一個擂台，讓他們為了爭奪蘋果用戶的入口而相互的內卷。誰的模型參數更大，誰的跑分更高，對蘋果來說根本不重要，因為無論誰贏，你在理論上都只是 iOS 系統裡一個可以被替換的後台 API 插件。科技戰略大師 Ben Thompson 把這叫做互補品商品化。蘋果用流量入口的壟斷，把原本高高在上的1000億參數大模型徹底的瓦解成了廉價的算力大宗商品。而且一旦用戶覺得免費額度不夠用，想在 iPhone 裡訂閱高級版的 ChatGPT 或者 Gemini， 只要這筆交易在 iOS 生態裡發生，蘋果稅這把鐮刀就毫不留情地揮下來了。在標準的 iOS 內購場景中，蘋果最高抽走 30% 的交易收入。你燒了幾千億建基建，最終是在給特魯斯領導的硬件生態免費打工，
但蘋果最陰險的一招是花10億美元買 Gemini 訪問前背後那個你不知道的陽謀——模型真6。有分析認為，蘋果購買的不僅僅是 API 調用權，據推測，蘋果還可能在獲取 Gemini 訪問權限的同時，瘋狂地向這個龐大的超級大腦輸入極其複雜的推理任務，不僅要最終答案，還要把 Gemini 推演出這個答案的完整思考過程軌跡全部扒下來。打個最接地氣的類比，這就好比班裡的學渣，本地的小模型，不僅偷看了學霸 Gemini 的最終答案，還逼着學霸把草稿紙上的完整解題思路全部抄下來，帶回家死記硬背。通過這種模型真6的技術，廉價的本地30億參數小模型，在特定任務上能夠迅速地學會並模仿萬億參數大模型的推理邏輯。這意味着，現在必須發給雲端處理的那10%的任務，未來會越來越少，甚至可能趨近於0。如果這個推測屬實， Google 拿了蘋果10億美元，本質上是在有償地培養一個未來會幹掉自己的掘墓人。蘋果用對手耗資100億建成的算力，反向加寬了自己的端側硬件護城河，這才是真正的殺人誅心。蘋果敢把萬億帝國交給特努斯，核心原因是他的團隊看透了端側 AI 的一個底層的真相，讓 AI 真正在手機上跑起來，根本不是寫幾行代碼的算法問題，而是一場極其殘酷的熱力學和物理學戰爭。在這個戰場上，特努斯和 Grugy 幹了最漂亮的一仗，是主導 Mac 拋售 Intel， 換上自研的 M 系列芯片，搞出了統一內存架構 UMA。以前電腦的 CPU 和內存就像兩個分開的房間，數據交換需要服務員端着盤子在走廊上來回跑，又慢又熱。蘋果的統一內存直接把廚房和餐桌砸通，放在一個大平層裡，數據根本不用複製，直接共享。這一招成了蘋果搞端側 AI 的核心武器，把這種暴力美學搬到 iPhone 上，挑戰是第一級的。要在手機本地毫無延遲的跑一個30億參數的端側模型，光是存放權重和 KV 緩存，就得一口氣吃掉約2GB 的活躍內存空間。所以你回過頭看 iPhone 這幾年的演進，簡直是一部瘋狂的硬件改造史。蘋果先是持續的引進高效的散熱方案，並從 iPhone 16 Pro 開始，率先將電池的鋰箔軟包改成了金屬的硬殼，既提升了能量密度，又強化了散熱的管理。而到了 iPhone 17 Pro， 蘋果的物理重構直接進入了癲狂狀態，硬性內存從 8GB 直接拉高到了 12GB 的 LPDDR5X。 為了壓住 A19 Pro 芯片在滿載跑 AI 時產生的恐怖熱量，蘋果在極度狹窄的機身裡，據報道硬生生地塞進了一套全新的水冷均熱板，均熱板裡密封了去離子水，芯片急剧升溫的瞬間，這些水會瞬間氣化吸熱，變成蒸汽跑到冷端凝結，再通過毛細結構流回熱源，不斷的循環，如同在納米空間裡運轉的精密空調系統，讓你在打遊戲時手機不再燙得像一塊煎鍋。蘋果的官方數據顯示，這套系統讓 iPhone 17 Pro 在持續高壓任務下，比上一代提升了多達 40% 的持續性能。特努斯用這套組合拳在手機芯片上，把端側 AI 推進到了雲端都要側目的流暢程度。它守住了蘋果最核心的物理底線，但在這個極其殘酷的半導體世界裡，命運所有的饋贈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那些瘋狂燒錢的雲端巨頭，雖然在蘋果的軟件入口上
但他們瘋狂搶奪算力基建的行為，正在物理世界上制造了一場足以讓蘋果硬件利潤率崩盤的海嘯。這場海嘯叫做存儲通脹危機。微軟、Google 為了造 AI 服務器，瘋狂搶購最高端的高帶寬內存 HBM， 直接導致全球存儲巨頭三星、SK 海力士、美光把產能全部傾斜給利潤極高的雲端服務器內存，結果就壞了。用來造手機的普通移動端 DRAM 內存產能被嚴重的擠兌，價格開始暴漲。多家行業機構分析預計，今年手機端移動 DRAM 的內存價格漲幅可能高達 40% 至 70%， 所以近年來最強的一輪存儲通脹。這時候特努斯那個 12GB 硬頁數的回旋鏢狠狠地砸回了蘋果自己的大動脈。內存價格暴漲，加上 iPhone 17 Pro 採購量猛增，直接導致物料成本原地起飛。大摩分析師 Eric Warden 拉響了紅色警報，直接在財務模型裡把蘋果2027財年的硬件產品毛利率砍掉了160個基點。對於營收數千億美元的蘋果來說，毛利率砍掉160個基點，意味着幾十億美元的真金白銀利潤憑空蒸發。面對這波成本壓力，很多安卓廠商已經扛不住了，計劃把手機價格上調 15% 到 20%， 而蘋果據報道選擇了咬牙不漲價，由自己內部生吞這波通脹的苦果，用短期的利潤換取長期的生態入口，用暫時的血虧守住那24億用戶的護城河。那為什麼韦德布什證券的明星分析師 Dan Ives 和高盛等頂級投行依然死咬強烈買入不放呢？因為他們看透了蘋果的混合利潤率魔法。硬件毛利率確實被砍了，但蘋果的服務業務 App Store 抽成、iCloud 訂閱以及未來的 AI 高級功能抽成，毛利率常年穩定在 70% 以上。只要特努斯能靠 iPhone 17超級換機周期把海量的用戶牽進來，後續靠着 70% 的高毛利的軟件服務和蘋果稅的持續抽血，分析師認為絕對利潤額有望再創歷史新高。輕資產的蘋果沒有那些雲端巨頭千億美元算力設施，隨時可能變成折舊炸彈的沉沒成本包袱，手裡還攥着超過1000億美元的淨現金。這種不承擔沉沒成本、穩收過路費的商業模式，在動盪的資本市場裡，享受着全行業最頂級的防禦性溢價。好，神仙打架到這裡，我們該說說這跟你我有什麼關係了？關係可不小哦。這絕對不是遠在天邊的硅谷八卦，這是一台正在隆隆作響的時代絞肉機。對於買科技股的股民，請你立刻丟掉一個最外行的評判標準，不要再盯着蘋果有沒有做出自己的 ChatGPT 來決定要不要買它的股票，那是死胡同。評估蘋果 AI 戰略成敗的唯一核心指標只有一個 iPhone 17超級換機周期的真實出貨量。只要特努斯主導的這套精熱版散熱和 12GB 內存方案能讓 iPhone 在本地完美絲滑地跑通那些日常 AI 功能，讓老百姓覺得我的手機變聰明了而且不卡，蘋果這局就贏了。買蘋果買的不是它有多懂 AI， 買的是它收割雲端大廠過路費的能力，以及呢24億用戶生態形成的別人一时半會根本複製不了的護城河。對科技產業鏈的高管和 AI 創業者，風向已經徹底變了。如果你現在還在搞所謂的雲端套殼 AI 應用，純靠接一個 OpenAI 的 API， 套個殼子就想在 iOS 裡
做獨立 App 賺錢，我勸你趁早死心。蘋果系統級原生 AI 全面鋪開之後，那些底層的以逸路由和 App Intense 會瞬間把你的生存空間絞殺乾淨。用戶根本不需要打開你的 App， 直接跟 Siri 說一句話，就錢替他幹了。而且 App 內訂閱的蘋果稅還會侵蝕你本就微薄的利潤。更聰明的獲客策略是把流量引導到 App 之外的渠道。那紅利去哪了呢？紅利全都被逼進了物理世界的最深處。下一波真正能賺到大錢的，根本不是寫代碼的，而是搞基礎材料科學的，能把均热板做到微米级公差的精密機械厂，能生產高导热新材料的材料商，做高带寬低功耗存储颗粒的半導體企業，以及那些主打本地隱私絕對安全的端側原生應用。蘋果的 AI 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圍繞着熱力學極限、半導體封裝和電池材料的重資產肉搏戰。如果你在這些底層硬件的供應鏈裡，哪怕只是切進一個蘋果關鍵組件的小環節，你都能在這個週期裡吃得滿嘴流油。在這個所有人都在仰望雲端，所有資本都在痴迷於那個擁有1000億參數賽博神明的狂熱時代，蘋果極其冷靜地低下了頭，把權杖交給了一個搞機械工程的純硬件老兵。他用最冷酷的商業邏輯和無情的內部清洗，告訴了全世界一個真理：不管雲端的人工智能進化得多麼聰明，多麼像人類，在可見的幾年內，都必須通過一塊物理的屏幕才能觸達我們。誰掌握了那塊屏幕背後的發熱管理？誰掌握了那顆芯片的內存大小？誰掌握了底層協議的路由分發？誰就扼住了所有雲端 AI 大廠的咽喉，掌控了通向未來數字世界的最終收割权，掌控了物理世界的入口，就掌控了賽博世界的命脈。最後，我想在評論區問大家一個讓我思考了很久的問題：蘋果這套自己1分錢算力都不燒，白嫖雲端巨頭，靠硬件入口坐地收割的打法，你認為它到底是一場超前100年的高明布局，還是一個在真正的通用 AI 到來之後，注定會被算力怪獸顛覆的暫時苟活呢？如果你認為蘋果贏了，在評論區打下蘋果贏了；如果你認為雲端大廠遲早會打破這個局，在評論區打下雲端統治。這裡是明月3000里的頻道，咱們下期再見。